众所周知，在60年代的香港某段时期，有着3不管地带，打架斗殴聚众，台风过境般夹带着一股狠劲与血腥和恐怖的阴霾，笼罩着每条街。据说还吓得那些平日里耀武扬威的某一大哥都得靠边站，生怕一不小心就躺在人海中，深知不可控，都得借故躲得远远的。在后面说自己晕血。你嗰2個好兄弟喺下底開大片喎，你仲唔落去幫手？晏爺，你咪玩我啦！你明知我見到血，我就會暈噶啦嘛。或許也是由於這種膽怯，無疑或許是暗示着黑道權力的重新洗牌，刀光劍影閃爍，喊殺聲震的人耳骨生疼。在這場混亂的打鬥中，他憑借着自身出色的身手和過人的膽識脫穎而出，他的每一個動作都流暢而致命，就像戰場上的戰神，讓敵人聞風喪膽，也讓己方兄弟們士氣大振。沒錯，在暗流湧動的黑道世界中繼續立足，這也是黑道權力鬥爭中重新洗牌急需的籌碼和不二人選。他叫阿豪，憑借着對隊友生死與共的義氣，每一次不顧安危的救助隊友，每一個為了兄弟拼盡全力的瞬間，都深深烙印在洛哥的心中，就像寶劍遇見烈火，烈馬遇見伯樂。他看見的不是對方的光環，而是光環之下，在這場生死攸關的打鬥裡，更憑借着對隊友生死與共和潮汕人都有的敢打敢拼的義氣，來時刻顧着隊友，都讓雷洛深深折服，並因此惺惺相惜，令人動容，觸目驚心。但複雜的是，此時的雷洛也只是個小探員，但那股惺惺相惜的提前物色，卻如同一顆種子，也在這裡悄然種下。而種子就如同在這部劇中雅七時期寫的片段，能否拾起現階段還屬於微妙的羈絆，也就是說，種子的萌發需要時機，就像那只鞋合不合腳，不是拾起的瞬間就能定論。這份未知數恰恰是羈絆最迷人的地方，在合不合腳問題上還是個未知數，合適或不合適，才讓往後的每一步都有了不一樣的期待。俾人包圍啊！你走先，等我出去幫你整住班臭。好兄弟，走啊！當然也有着不一樣意思，在這街斗面把鞋穿上，也可以暗示着這場街斗也到了尾聲。不同的暗指是這些有部分兄弟都是光着腳過來湊數，原來底氣的背後也夾雜着小人物的背後，不是不怕，是沒得選，只能兼由煙霧彈彌漫。誰也沒想到會如此熱鬧，一時間又亂成一團，酷似都在一條船上，而相對於那煙霧彈，或者又有不一樣的寓意，燃起來濃得化不開，把天把地都裹在裡頭，連人影都瞧不清。換句話說，煙霧彈這東西看着遮天蔽日，能把人的視線全糊住，可如果有風一吹就散得乾乾淨淨，就會連點痕跡都留不下。也就是說，現場雖人數太多，可有部分也就像花仔肉，看着熱熱鬧鬧，遮天蔽日，實則經不住半點風雨。但阿豪和他的兄弟不一樣，他們的情誼沒像煙霧彈那樣隨風而散，反倒越經世事越牢固。很顯然，患難見真情，這話擱阿豪和他兄弟身上再貼切不過。邊個爭呢啲揾先啊？生手掹佢一陣先，而家搞到個大壇點先？我點知邊個懶懶等我出落嚟啫？在阿豪還沒被尊稱為豪哥的那段日子，江湖於他而言是一場充滿未知與挑戰的闖蕩。煙霧彈未知之下，當然也少不了聰明的頭腦。這一次形勢也算尤為險峻，阿豪深知正面硬拼絕非明智之舉，大腦飛速運轉，解決掉身邊的敵人後，阿豪和隊友們爭分奪秒地換上敵人的衣服，而換掉衣服遠非表面看起來那般簡單。他絕非只想換人一氣，而是籠罩着濃濃的暗黑權謀感，是更好的刻畫小人物在決定中的不同姿態，更象徵着對阿豪身份的隱匿與重塑。趁着煙霧的遮蔽，煙霧逐漸開始消散，只見敵方仍在混亂之中，尚未有人察覺他們的混入。就這樣，阿豪帶領着隊友們大搖大擺地混進了敵人的隊伍，他們夾雜在敵人中間，眼神警惕地觀察着四周，表面上與其他敵人無異，但內心卻時刻緊繃着。雖頭腦和果敢的行動為他們贏得了一線生機，但也讓這場江湖闖蕩增添了一抹別樣的驚險與刺激。Hey, stop! Stop! 阿哥，佢兩個癲咗喎，使唔使落去睇下？去睇下。哦。隨着頭目的一聲令下，周圍的人瞬間圍了上來，將阿豪和他的隊友們團團圍住。阿豪心中明白，此事已無法隱瞞，出於本能，他像普通人那樣，以為是自己哪裡做錯，立刻露出弱勢姿態，不停用自己的語言道歉，雙手上抬，不停作揖。可敵方眾人一臉茫然，顯然完全聽不懂阿豪在說什麼。頭目皺着眉頭，用他們自己的語言大聲呵斥，手還不停地比劃，看樣子是在質問阿豪等人。阿豪試圖在解釋，可對方根本不買賬，阿豪只能逮住拿着槍的混混回擊，每一擊都帶着憤怒與力量，也不再壓抑的單方面碾壓，每一擊都帶着破風的呼嘯與決然，每一擊落下都仿佛承載着他絕境中不甘的怒吼，決然要打破這被圍困的僵局，好似在向敵人宣告，即便深陷困境，他們也不會任人宰割。這每一棍裡不僅有對敵人無端攻擊的憤慨，更飽含着破釜沉舟、殺出重圍的堅定決心，同時也是雷洛拾起的羈絆的最佳時機。他倆也迎來了第一次碰面，讓他們目光交匯，時間仿佛凝固了一瞬，兩人手中武器所攜帶的氣息在空氣中碰撞交織，一種別樣的羈絆在這劍拔弩張的氛圍裡，誰也未曾料到，這初次碰面會是一段複雜糾葛的開始。你傻？返大會仲有剩嘅，筲箕灣啦。我咪兄弟點㗎？梗係一齊啦。走，雀姐。依家咁細個香港屋咁高咁大隻不得了，而家出邊靚仔都亂咁收片。
規有矩，到時出邊就豐衣足食，我哋就揾多啲，信唔信？